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25号，比特币给了5-6天的多单建议。昨天是首次把买点修正到21,050美金，不过昨天是没有中啊，差了90美元，后面是拉了起来。那这个高位区现在是日线级别，感觉有一个小型的上升通道。至于它这个位置为什么冲不过去啊？等下也要跟大家聊一下4个小时的几个形态，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一个压力区，或者是朋友在问的。为什么这一波空方的主力会这么弱？20,900点它就是不往下破。从全球的一些宏观局面来观察，最近是利空非常的多，很多人是一直在担心有可能会继续往下破。那我今天也要聊一下，从哪一些方面来观察，或者是明天的一些重要事件，到底会不会有利好？那今天给的多单金还是维持昨天的不变啊，21,050美金。你再去观察一下，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区间震荡。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永久返佣 20%， 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免验证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这样子啊，昨天这一个冲上去，其实从4个小时里面来观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指标的形态啊。比如说这个 MACD 前一波在这个低点的位置有跟大家讲过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倒压嘴的走势，倒压嘴的走势按以往的经验，你不管是在日线或者4个小时，这是一个压头嘛，这边开始张嘴位置开始计算10根左右，你到时候去看一下，有可能就是会有反弹。按以往的经验就是会有反弹，至少会有10根左右的反弹，就是绿柱放出来。那在这个几个低点有给大家命中过，包括20,900点这2个下影线也是有命中过。不过昨天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中啊，它拉了上去，那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又是过不去。有一点是 MACD 指标现在是来到零轴附近啊，零轴附近它到底会不会穿零轴？量能跟不上啊。如果要穿的话，量能必须要跟上去才行，而且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所有的均线图是没有走好的迹象，只有短期的50、20这3条有走好的迹象，但是上方中期的比如说60 MA 的成本目前还套在这个高位，所以我刚刚是有计算了一下，如果要拉到这个低位区可能还要6天，这一个60 MA 才会拉上去，所以不排除拉上去我们尽量也不要去追啊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布林线指标，昨天就是它在冲上轨的位置啊，冲上轨的位置，这个位置那几巨量不要追。其实这一波前面给了几个低点，比如说20,900点，它就是来到这个下轨位置有买点，上轨位置有空点，你尽量穿这种上轨位置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追，特别是看到它量能出不来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追啊，比这一个量能要小，量有一点短期的量价背离。反正短线就这样子吧，我的观点还是维持继续震荡。从日线来观察的话，前面的这个套牢筹码如果在这个位置要整理个20几天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根大涨的突破，走一个塔形底啊，就类似18年当时的一个底部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比如说它在18年从前面是6000多点的横盘，横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啊，就这个位置横了很长一段时间崩盘完以后，这边上去，后面是一根大跌，就是有点类似这个位置，马上第2根多方抵抗，它在这个位置横了5、6、7、8天，后面是又重心下移又横，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下移，后面这边又破又横，最后这个位置突破。那我们观察一下，当时在这一根突破的时候它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日线级别把所有的均线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套牢的筹码，那后面它在这边横的时候就是因为时间不够啊，而且是有60 MA 的压力 20 MA 的压力，它横了接近超过20几天，一根大长 K 放量突破，然后这个位置才是有可能就是要开启一波短线里面的右侧行情啊，目前没有看到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主要就是上方的这一个20天的成本目前还压在头上，你要上去上面会有解压盘要卖，因为就是这个位置有解压盘要买。那至于朋友在问的为什么20,900点它就是不往下破，就这个位置不往下破，前面在这一根出来的时候，后面是在这一天也是马上跟大家讲，如果我是空方的主力，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一根大暴跌
就在这边停顿掉。空方的主力应该要顺势乘胜追击才行哦。两军交战，你不应该要这么焦灼啊！你一根大长 K 一定是体现出了你空方主力的意图，但是你意图马上在第二天就停顿掉，所以我的猜测就是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就是这一个成型的位置。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正常的下跌走势，一般每天重心都是会下移，这两波是很明显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走势。比如说一根下跌，第二天马上多底，但是3天之内如果是空方的主力意图很明显的话，它一般3天左右重心会在破底，或者是这一根在多底，3天左右重心会在破底，后面是在这边横的一个平台，再做一个变盘的选择。像这种也是一样啊，你可以看一下1天、2天、3天重心都是在破底，反弹了2根，第3天重心又在破底，又反弹了2根，重心又在破底，所以目前的走势没有看到就是3天左右它重心还没有破这个低点，那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区间震荡。20900点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区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21050美金，如果要做买入的动作，止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不能破。那还有一点就是20900点为什么不破？其实大家都很聪明的嘛，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大陆的股市你去看一下嘛，只要大陆的股市在涨的时候，这下方是大陆的股市啊，那一个大陆的科技指数啊，大陆的股市它在涨的时候，比特币会跌，它在跌的时候，比特币会涨。那昨天不是已经大跌了吗？大跌呢，我的观点是短期这个位置会不会大涨，有可能还是稳在这个区间，时间不够，时间够了以后，当然我不是看空大陆的股市啊，长线还是在看多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美元指数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高档是不宜大局的震荡，前一根这一根也是一个大震荡的 K 线，或者是昨天又是收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。那我的观点是，短期尽量观察一下美元指数这个位置会不会有转折，因为明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五好像是晚上11点的时候，他将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面要讲话，我估计还是维持鹰派的观点，就类似高盛预计的，保持鹰派的观点，但是会不会重申放缓紧缩步伐的理由？因为上次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是有提出，不排除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可能要放缓了，但是还是一样，就是反正到年底的话，估计还是会一直加息。至于9月份到底是要加50个基点还是75个基点，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另外，明天也要去留意一下这一个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啊，因为上一次 CPI 公布的时候是从 9.1 转折到 8.5， 但是这一个美国的 PCE 明天晚上也要去留意一下，它还没有出现转折，到底这个 PCE 物价指数会不会也会双往下转折？反正目前的思路就是这样子嘛。如果短期它在位置震荡的话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高位，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压力区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